王彦兵万万没有想到，尽管自己已经离开家多年，却仍有这么大的威慑力。瘫痪2年半的老大爷为了保命，直接推着轮椅原地起飞。所有街坊邻居只是听到了他的名字，便纷纷跑回家关门上锁。原本热闹的街道瞬间鸦雀无声。就在他还在疑惑地打量着四周时，居委会张大妈已经拽来了派出所的民警，随时准备擒拿王彦兵。然而王彦兵看到蔡叔后，直接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这波操作着实把蔡叔和张大妈看呆了。过了半晌，蔡叔才反应过来，如今的王彦兵早已不是当年的精神小伙。好啊，部队好啊，真是教育人啊，是个好小伙子。作为全剧最有眼力见的张大妈，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高声招呼街坊邻居出来：“都出来！解放军王彦兵回来了！”就这样，狭窄的街道上再次站满了邻居。与之前不同的是，这次大家看王彦兵的眼神中都充满了欣慰。张大妈再次为王彦兵做起了宣传：“彦兵真的变好了！”看着熟悉的街坊邻居如此欢迎自己，王彦兵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。他边说边抱起了一旁的小男孩，并顺利地夺走了小男孩的初吻。随后，王彦兵也连忙为自己小时候做过的错事诚恳地向大家道歉。叔叔阿姨、大爷大妈们，王彦兵以前做了不少错事，我向大家道歉。紧接着，他推开了尘封已久的家门，房间里的摆设没有变过，墙上常树阿诺的海报依然威猛至极。随后，王彦兵的目光定格在奶奶的遗像上，往事再次袭上心头。他伸手抚摸着照片，泪水却止不住的夺眶而出。来，咱们帮彦兵收拾收拾吧。不用，张大妈，谢谢大家。王彦兵拒绝了街坊邻居们帮自己打扫房间的好意，因为此时的他有太多话想单独和奶奶说。送走邻居后，王彦兵扑通一声跪在奶奶的遗像前，跟奶奶说起自己又遇见父亲的事情。我看到我爸了，可是他又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就是又不要我。说着说着，眼泪再次流了下来。随后，王彦兵重新整理了心情，脱掉军装，准备将房间好好打扫一番。而这时，屋外却有2个熟悉的身影走进了胡同。王彦兵家就住这儿，这地址上写的是这儿啊，具体是哪家哪户就不知道了。作为全剧最热心肠的张大妈，立刻喊话王彦兵：“王彦兵，有人抓！”大妈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找王彦兵的？你们都是部队上的人，没错。看来王彦兵是这儿名人。张大妈立刻跟徐天龙和飞行员普及起了王彦兵小时候做过的坏事：周一打别人家的玻璃，周二偷人家的鸽子，周三砸别人的尿盆，可谓是所有捣蛋的事都被他干了个遍。那可是500年的难得一见的小调皮干哦！就这么个玩意儿，这也让2人再次刷新了对王彦兵的认识。随后，张大妈便将2人带到了王彦兵家里，看到2人来走亲戚竟然什么都没带，这让王彦兵瞬间炸毛，当即决定让2人一起打扫卫生。在他们打扫的同时，屋外的张大妈和邻居们已经给3人做好了饭菜。邻居们的热情再次让王彦兵愧疚难当。局长，真对不起，当年我老扎你们家去了。别提了，别提了，那时候你才多大，正是调皮捣蛋的时候。徐师看你能有今天呢，徐师别提有多高兴啊！邻居们散场后，3人这才坐下来准备大快朵颐。俗话说3人不成席，飞行员正念叨着何晨光和唐心怡的事情，这时墙角突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。真说曹操啊！要说人情世故这一块，还得是逼哥，不光人来了，还带来了中将爷爷珍藏的好酒，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内部特供酒。毕竟酒盒子上还印着何司令的盒子。我有一建议，去乡下找李二牛。你怎么知道？要不怎么能红细胞呢？